好，来看看今天我给大伙带来的是合金弹头5代的敌兵魔改版啊。继我们你看什么合金弹头原版、合金弹头1v2版、什么合金弹头轻版呀、什么多功能版，外加这个啊，咱们这个叫什么魔改版、敌兵重置版啊，什么版都有。合金弹头的版本也非常多啊，但是在这里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伙做的是新版的魔改版。也是打的这么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速通啊，操作者呢是人情味的怪咖啡。这个版本呢，所谓的敌兵重置版呢，就是当然呢，整体的剧情内容啊是不怎么变的。然后呢，主要就是说，跟所有的这个魔改版一样啊，就是它也不叫敌兵重置版啊，叫魔改版。魔改版呢，就是说肯定是比这个原版呢要稍微魔幻一些，比如说改的啊就比较玄幻。好多地图呢，弄得让你背不住板。你像这个地方呢，还能落下来一个机器人儿，对吧？这都是把这个各个游戏版本的这个要素啊，全都给弄到这个咱们身上来。而且你看，也有这个防弹衣的这个效果啊，这都是有很多功能啊。防弹衣效果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啊，就是很多更新的这种手段啊。当然，这个游戏，魔改的话呢，对于绝对的高手来说啊，它是不难的。它难点就在于很多那种背板的。你看这个手榴弹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正常应该是，对吧？正常应该是你打不到它啊，你不能给它用子弹给它抵消，但是呢，事实上又能抵消掉啊，感觉到特别有意思的啊。OK， 我们看看现在，这石头上放一个这个印度车啊，为什么叫印度车呢？就是里面的人非常多，大概里面装个三五十个人啊，不是跟你嘻嘻哈哈开玩笑的啊。OK， 搓地板，来，直接搓回来啊OK， 选择一顿突突啊！这个魔改版你们看到了，绝对是比原版要难得多的啊！你看好多地图里面加的元素非常多啊，但这里还跟大伙说一下，之前不有一个5代的插版吗？啊，但是那个5代插版呢，其实就显得比较正规一点，它就是民间大神改的那种，就比较这个对吧？把很多隐藏元素弄出来，而且还有5代插的那个实规版啊，5代插的实规，哎，你看这一炮直接防弹衣。这个防弹衣啊，咱们也是要一命的啊！防弹衣呢，这个看咱们那个右上角啊，就应该说是那个角色的这个你看可以看到啊，它的弹药是无限，然后底下是一个可以可换的 S， 无限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炮车嘛啊，后面那个加农炮啊，加农炮就是 C 键的那个雷啊，咱们这个坦克的话呢就是加农炮啊，落地呢你看就是炸弹，你看咱们现在变成炸弹，然后呢就在这个炸弹下面不16吗？16的正下方啊，写着这个防弹衣的这个数量啊，每过关的时候呢都可以重置啊。所以说这个魔改版呢，它又增加了游戏难度呢。为了防止咱们比较皮啊，又多了一个防弹衣啊，就是未来的这个版本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啊。OK，Mission complete。这个就比较凶狠了。我个人感觉呢啊，这个。落地呢，直接无断续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傻干啊，直接就给秒掉了。OK， 可以看到这个面具老头长得像那个《三国战记2代》的那个黄盖啊，你看啊，然后戴上之后呢，一个雷直接劈下来啊，这个有浓厚的外星啊、宗教啊，这样或者外星创造论啊之类的这种感觉啊。对吧？咱们古代对吧？咱们这个世界上古代有很多的这个神话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未解之谜啊、神秘学之类的东西啊，比如说像什么啊这个苏美尔文明啊，还有什么玛雅文明啊，对吧？这个包括像什么古埃及啊，什么古巴比伦呐、什么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个产生的很多的这种你说是外星人呢，还是神呢，还是说？什么之类的啊，包括咱们中国神话、日本神话、印度神话北欧神话，还有希腊神话，还有咱们这个对吧？这个旧约圣经，就是
这种啊，犹太神话啊，就是这个以色列啊复国的这个事儿啊。反正种种以来呢，你会发现啊，就跟这个脱不了关系。并有这种神秘学呢，我觉得人气还是蛮高的啊。OK， 那可以看到现在这边是直接一手这个怎么说呢啊？直接一手这个突，可以看到啊，弹药是不缺的啊。其实背不了板也是能背板的，魔改版呢就是改的看起来难了一点，但给你的补给呢也是非常的多啊。怀旧哥来了啊！怀旧哥这个刚说话啊 ，Mission Unplay 没事啊 ，Unplay 是吗？这个版本里面没有大闸蟹吗？有没有大闸蟹？大闸蟹才是 YYDS 啊！哎，懂的都懂啊。OK。看看准备好突突啊！来，感谢我们的腹黑阿喵啊！哎，我们的阿喵哥这偷袭我一手飞机啊，支持我了啊！这偷袭一手飞机啊，非常的皮的啊！我狼不去过节，我跟谁过节啊？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何况女性朋友啊，男性朋友都合不上了啊！来，怀旧哥不会是啊？怀旧哥这个。怎么不说话了？莫非是来了之后突然又闪到了啊 ？OK， 直接落地。这个电梯我一直在想，这个速度肯定是比自由落体的速度要快啊，我感觉是啊。你像这个楼顶上掉下来了，这个有点像机械龟壳似的这种这种小怪，它居然还需要喷气式来助推。那它这么快的话，那咱们人站在这个台上，我个人感觉应该也是滑下来的啊，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啊，感谢我们的芳华哥一手大金卡啊！OK， OK， 看看一顿突突啊！怀旧哥现在今天看看这个有没有斜视的啊？斜视的很重要啊。OK， 可以看到现在这些咱们这个子弹是可以切换啊。多功能版本呢，咱们刚才也看到了，有这个切枪，但是呢，这个虽然说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限刀啊，因为真正的多功能有的版本是可以无限刀的啊。无限刀倒不是说那个意思，就是你可以选择用功能键加方向，然后无限出刀。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无论离得远还是离得近，还是没有目标啊，就不是说非得近战，包括你捅这个机械，你都可以一直用刀捅，拿刀捅坦克啊。这也是非常凶狠的啊，这个就不多说了。而且还有一点呢，它这个版本呢，有一些这个地方给你的这个子弹呢，它是随机的，它可以切换成各种啊，比如说一会儿是 S， 一会儿是 F， 一会儿是啥的。OK， 这一关打飞机，这个关呢，其实个人感觉啊，这个如果没有飞机的话，是真的难。有了飞机呢，你会发现啊，这个原版的话呢。就不是那么难了。改版的话，你可以看到啊，它就是连续的用切枪，然后呢无断续的去秒这个，而且还有这个燃烧弹啊，可以抵消掉这个 BOSS 的这个东西。虽然说呢，它给了你一个红色的直升飞机来干扰你，但是由于咱们的火力啊实在是太爆了，即便是8难的难度啊，利用这个飞机的一堆这个雷和自爆的伤害，再加上这个切枪的燃烧弹，然后加上这个 C 键的这个跟踪雷，反正就能把这个 BOSS 给秒掉。能秒掉这个 BOSS 呢，就不说了啊，那确实是啊，只要能秒，咱们很多菜鸟吧啊，这个小伙伴啊，比如像我狼这样的，为什么玩这个游戏啊，就是总是会死，有的时候呢舍不得用宝，比如说有一些地图里面有很多的小怪啊，这些小怪呢，你该用雷啊，用子弹该用啊，不能抠。打 BOSS 的时候呢，你留点啊，对吧？你知道这个 BOSS， 比如说他有3000滴血，你知道留多少个子弹，留多少个手雷就能给他秒掉。所以说一点都不慌啊，直接就一顿怼一顿干啊，对吧？
不用怕这个，当然也不是说不怕死啊，因为你有这个载具的话呢，就不用怕死，对吧？你有载具的话，就是扛到最后没有血了，一个自爆，然后赶紧就一顿扔雷，一顿燃烧弹或者傻干啊，就非常的变态的啊。连续1周天亮杯整不过来了，一直斜视。好了，又是你看，又是噔，这个就是防弹衣啊，防弹衣系统。OK， 一顿突突，滋啊，跳过来一个雷，一顿跳炸啊，一顿跳炸 ，OK。其实这个超能坦克我觉得最牛逼啊，移动速度又快，然后它的炮的速度也，加农炮的速度也特别快啊。原版的合金弹头是这个银色的啊，就金属银色的。然后呢，它这个炮砰，然后砰这样的。现在的这个对吧？它的炮弹是砰砰砰，哎，这是超能坦克啊，是黄金颜色的啊，金黄色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这个坦克牛逼，它可以坐地变成一个移动速度特别快的坦克，而且它的炮啊也非常快。然后它站立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近战攻击，还可以2段喷气式2段跳。总体来讲就是牛逼的要死啊！不得不承认啊，确实厉害啊。OK， 右上角有猪头的就是直播，没有猪头啊，只有狼头啊。这个现在斜视，我觉得吧，我觉得大口他斜视他就是大口啊。其他人困他就不是大口了，有的人就是黑眼圈儿，啊，有的人就是黑眼圈儿，有的人就是长斑。你像瓦龙就是长斑，瓦龙那个肯定是身体有毒素啊。我研究了一下，他身体又有毒素，就是他可能都有点排毒排不好，就是可能有点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大便干燥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的这个比如不怎么出汗，然后再加上天天给家里不晒太阳啊，就是有点啊，我感觉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觉得瓦龙肯定是有点微皮，瓦口呢就是睡觉少，眼神斜视啊，这不用多说了啊。OK， 可以看到跳下来。你看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啊，咱这个正常玩的时候呢，该用子弹是要用子弹的，啊，不要搁这瞎省啊。子弹这种东西呢，留着也是，很多人说我留着最后打 BOSS， 有人说你还没见到 BOSS 你就死了还对吧？你死了你会发现你子弹也没了，就跟咱们小时候玩那个飞机这些游戏，你有雷，然后你不放，哎，你不放你就搁这儿，对吧？你最后死了，雷没了。OK。这是蜘蛛啊，这是，应该说是这个机器啊，是专门给这个高楼大厦做清洗服务的，所以说血量非常的低，血量非常的低啊，低到让人理解不了啊。一顿这个手榴弹加 F 的这个燃烧弹啊，直接就秒啊，这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当然燃烧弹伤害高，不用多说啊，这确实是，它不像这个跳弹啊，这个跳弹的这个确实你懂的啊，就比较皮的啊。对，刚才那个 BOSS 也是最好打的 BOSS 啊！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不是跟大家伙空穴来风的。那个 BOSS 呢，如果是按照正版啊原版的5代的话，基本上你是秒不掉他的，因为你基本上到那儿的话，你就没有这个那么多补给，你知道吧？没有那么多补给，就没那么多子弹和雷，基本上可以说是很少啊。然后呢，你打起来最后肯定有点小米加步枪，而且呢，你对它输出呢，因为那个小手枪不能斜着开枪，你只能通过它震停波把这个楼道震碎，你掉下来才能对它进行再次的输出嘛啊。这里跟大家伙讲解一下啊，所以说改版呢，它是可以存资源的啊，可以把它秒掉。所以说这个 BOSS 呢，按理说它并不简单啊，只是你看起来看这个版本看起来简单，或者看大神玩看着简单。这里跟大家伙讲一下啊，但是你如果说是这个按血量算，这个 BOSS 的血量确实是少。这 BOSS 的血量，如果你玩那种改版啊，比如说像什么多功能版，它会在下面显示这个当前你攻击目标的血量。这个 BOSS 是所有 BOSS 当中血量最少的一个，它甚至比第1关的 BOSS 血量还少啊，这个就特别的皮了啊。好，下干
滋滋。OK。哇，一个自爆啊！看一下这个自爆，直接可以跟着这个自爆卡车，就直接秒一趟的怪啊！这也是非常凶的啊！好了，直接走到海里面，然后无所畏惧的一顿突，该费血费血。底下还有一个啊，底下还有一个，这个4号的小潜艇啊，4号小潜艇。好 ，OK。OK， 一顿突，这一枪一枪的是狠啊！其实这个小水母啊，这里这个电水母跟大家伙说一下啊，这个水母打完之后还能分裂，让我想起了这个很多这个细胞动物啊，可以自行分裂型的这个，对吧？分裂型的这种攻击啊，但是它呢还是物理啊，这个在物理上能消灭。据说有一种这个水母，灯塔水母啊，它的这个。它可以这个，比如说一旦受到危险了，比如说受到危险的这个环境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类似于像这个可以对它造成这个生命上的这个困扰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刺激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呢返老还童啊。有这种水母啊，虽然说它也是可以被物理上消灭的啊，比如说可以直接给它捏不死，或者给它剁不啊，但是呢，它是可以这个让自己的细胞呢，这个回归成为这个幼时的形态啊，这不就返老还童了吗？想一想，人类如果要是把这个基因能沟通一下，能改一下，那就太厉害了，对不对？对吧？你像咱们人类的这个基因也是通过这个端粒嘛啊，这个细胞呢，它会分裂，但是分裂到一定程度上呢，它就没有能力分裂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端粒呢，这个一旦就损耗到没有持久了。他就基本上人就变老，而且到最后呢无法修复，然后就老死了嘛啊，对吧？即便你不生什么大病啊，你也就活到120来岁啊，最多也就120岁左右啊。但是你如果说是你能把这个端粒无限修复啊，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就是非常厉害了，对不对？那通过基因工程改造，是不是啊？那就嚣张了啊！小狼，我小姨子来了，你该怎么办？那就喝酒呗，对吧？那就当跟姐夫闹着玩了，那喝点酒能咋的呀？是不是啊？返老还童北冥神功，那个不叫返老还童北冥神功啊，那个叫做什么八荒六合什么功，那个功有缺点啊，就是你的内力也好，什么武功也好啊，到这个等你这个返老还童的那一阵儿啊，你就非常的虚弱啊。虽然说你保持了青春容颜啊，但是你会在变小的时候会变得非常虚弱。好了，可以看到啊，这一顿突。你可以这个发现2H 啊，还有这个傻干啊，可以切换。这样的话呢，你开出傻干，然后再切2H，然后再这个 S 啊，就可以无断续的攻击嘛啊，这种攻击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啊，所以说就显得比较快，可以秒啊。OK， 看看一顿突啊，噔噔噔啊，对，八荒六合唯我独尊神功是吧啊？对，我的专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能不能上升到原子？能不能上升到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原子核、夸克？超弦理论能不能上升到这啊？能上升到这儿啊，那就牛逼了啊！好 ，OK， 这一关跟大家伙讲一下啊。前面咱们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有载具的这个移动射击游戏，但事实上呢，这个车是不能死的啊。这个车一旦没有血量的话，我只能说你就死命了，你就不是说你就没了，就比如说啊，这车没了，然后你在天上整个小火箭筒给那火箭飞行兵啊，你车没了就人就没了。
好，可以看到游戏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增加，但是呢，后面有一些这个人质啊就不吃了啊，毕竟咱们玩的是速通，这个载具啊是被称之为最强的这个载具之一啊。刚才你也可以看到又被打了一个这个防弹衣，而且防弹衣啊，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被刀或者被普通子弹打中的话呢是费1个啊，有的时候被那种大型导弹或者大激光打中的话是费2个啊，这个伤害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能防住啊，你就最起码得防住1下啊。如果是像那种什么小兵的刀啊，或者说是普通子弹什么的，能防2下的啊。好，其实感觉这个把这个人质绑在那顶上拴着啊，如果真是把大伙绑在这顶上拴在手上，实话实说啊，那这个人手就废了。他真掉下来的时候，这个手都是紫的啊，都已经。这么说吧，这个手可能都得切了，我感觉你这么绑着，那直接就血都断了啊！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Alimentation， 这人是从那么高掉下来不骨折吗？你认真就输了啊！认真咱们就输了啊！这玩意儿怎么认真啊？是不是啊？噔噔噔。好，这个呢有点像这个指挥官啊，确实是能干啊，特种兵啊。虽然说跟咱们干也是干不了，但是确实是有点东西的。哎，还跟大家伙科普一下，其实这个特别性感啊，确实是非常嚣张的啊。这个子弹呢，不像大家伙想象中的这个攻击力那么低的，你也懂的。本身呢，这个射速非常快的攻击呢，它这个攻击力呢就挺高。那你双排攻击，对吧？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呢，大家伙一定要这个不要小看这个2H 啊。但是相比于如果是无断续的攻击的话，傻干是 YYDS。如果是有断续的攻击的话呢，那么，对吧？这个傻干就不行了。但是呢，这个 F 燃烧弹呢，无论是有断续还是无断续的，都是 YYDS 啊。所以有燃烧弹才是真正的凶狠，因为燃烧弹的伤害呢是有持续性伤害，非常的赖的啊。坦克都能跳啊！坦克跳的话呢，咱们普通那个坦克跳啊，我觉得理解不了。但是呢，那个带喷气式的那个坦克跳，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呀，对吧？啊。OK， 一顿滋，这是大象啊！感觉这个为什么要操纵大象呢？啊，说到这个大象啊，跟大家伙讲啊，大象呢，这个应该说是咱们现在这个大自然动物当中啊，应该说是最健康的一个啊。什么叫最健康呢？因为大象呢，这个它就算死亡呢，就是正儿八经它是到寿命了。不是说他身体衰竭了，他死了，他就是临死之前都是健壮的啊。而且咱们在这个地平说这个咱们地球不是现在是个球体嘛？但是有人不说地平说吗？地平说呢，就是说一个大的一个乌龟，这个贝壳上呢是上面有4个大象，然后这4个大象顶着咱们这个，这个你懂的，顶着咱们的这个大陆啊。说大象呢，这个也算是挺狠的啊。而且这个印度的话呢，也是有这个象神是吧？不是印度有象神，应该说是这个，埃及啊，埃及的这个神话里面有这个象神啊。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倒不是说象神啊，你看《西游记》里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这个白象精，普贤菩萨的这个坐骑啊。OK， 咱们不讲这个啊。
整体来讲，这个魔改版呢，就高手玩呢，就感觉特别简单，而且还不怕失误，因为有防弹衣。新手的话呢，由于这个资源分配的不太好啊，所以说基本上也不知道该怎么用，然后最后也不会秒 BOSS 啊。当然可以看到呢，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咖啡哥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合金弹头5代的敌兵魔改版，可以看到速度非常快啊，才用了24分钟多一点点啊，非常的嚣啊，非常的嚣张啊。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